这次的他也想到处吃，特别来到了高雄凤山区，但这店家离最近的大众运输有一段距离。这间凤山店离最近的捷运站距离有 2.4 公里。那自由店的离捷运站虽然近一点，但也要走1公里左右。如果常看我影片的观众就知道，我选的美食店家尽量都是靠近大众运输，省得舟车劳顿之苦，更不用烦恼停车问题。那这次特别来记录这间，一定是有它的过人之处。其实这间牛市我吃过2、3次了，由于是连锁店，我连台中的牛市都有吃过跟拍摄。但吃完比较后，还是觉得凤山店的比较好一点，所以又回到凤山店来拍摄一次。那这间牛市主要也是以排餐加自助吧为主力，价格约在400元以上，算是中等价位的排餐店。这间另一个特色就是这杯熊熊奶茶。那不得不说，这间的自助吧菜色真的很猛，甚至可以用被排餐耽误的自助吧餐厅来形容也不为过。小至饮料甜点，大到热炒、特制汤品，都能感受到店家对自助吧的重视。那就一一来介绍这边的自助吧餐点吧，种类真的是蛮多的，除了刚刚饮料机跟冰品以外，提供的现场汤品有2种，以酥皮浓汤跟牛肉罗宋汤为主。牛肉罗宋汤的料还蛮多的，真的是光吃料都会饱。水果跟生菜沙拉的种类超多种，甚至还有提供韩式小菜系列来搭配。那一般的排餐自助吧，大部分都是提供前面那几种，顶多再多个几样炸点就很不错了。那牛是这里的热炒更是能突破你的想象，多样化的热炒选择，甚至还能提供不同的菜色。短短的90分钟用餐时间，居然能更换出许多不同的菜色。每一次去取餐都能期待菜色的变化，可能上一份的葱爆猪肉刚吃完，下一份就变成糖醋排骨这道菜，真的会让人忍不住一吃再吃，一拿再拿，绝对是值得推荐的热炒系列。最后还能提供1国菜色，真的是太满足了。那港式点心也丝毫不马虎，从包子到蒸饺再到烧麦，也是提供不一样的口味供君选择。不过比起来热炒口味，港点是稍微逊色了不少，只能说是尚可的美味程度而已。最后的炸点跟披萨最令人吸睛的就是这个黑糖珍珠加棉花糖的口味，意大利人看到都会抓狂了吧？那就先来碗越南牛肉河粉来开胃吧。不过要先说，这个不太适合让小朋友自己来用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。话说，能在这种店吃到越南河粉，实在有点意外。以前曾经把河粉当成是米粉，后来才知道是小麦淀粉、玉米淀粉、素薯淀粉这3种淀粉当主体来混合，有透明跟白色面条的不同。配菜通常是以9层塔，也就是罗勒为主，所以吃起来香味特别的不同。有些还会在汤里加上青柠汁，配上现烫牛肉，变化出这道1国料理。如果能接受一点偏酸的味道，一定能符合你的口味，也推荐给各位观众来尝鲜。其河粉口味跟汤的味道，一定都可以让你留下记忆点。那开完胃后，就来吃一点韩国小菜垫个肚子。这边是有人推荐把韩国小菜跟白饭搅在一起，就是一道美味的韩国料理。但我的胃要留给热炒来装满，所以就出尝一点小菜来开胃就好。韩式拌饭的部分，观众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自行 DIY。这边就不多加介绍了。吃完点咸的，那就来挑战这个甜点大魔王吧。不过还是先讲讲旁边的配菜，米血跟豆干。我个人觉得只要尝1-2块，当尝鲜就好。这部分真的不是想象就是了，只能说是当场面菜用的，感觉就是少了一点灵魂蘸酱的点缀。这边纯属个人感受，如果观众有其他的看法，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。那接下来就是要来挑战这个黑糖珍珠棉花糖披萨了。在吃之前，
我还特地做了一下心理建设。这个口味说不上是独创，早在某间知名披萨店就推出过相同的商品，但那时候根本不会想花钱买来吃，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了。只能说是不难吃，但要我再去拿第2块，还真的是有点困难。接下来就是到了热炒的部分，只是后面有好几道餐点都没拍到，有点可惜。总之一句话，料多味美。有一些自助吧热炒都是菜比肉多，我还看过葱爆猪肉，葱比肉还多的。这里完全看不到，看我这盘满满都是肉，还不是可以去只挑肉来夹，就那么一匙，就是满满的料了，真的是用料实在啊。像刚吃完了一道，接下来菜色又不一样了。这样店家的赚头是要从哪里来？甚至平日时段点份389元的猪排就可以来吃，如果是假日或周五晚上，则是原价418元。算起来 CP 值真的超级高。要不是离大众运输太远，吃个排餐还要开车或骑车过来，要不然1个月吃个2、3次也可以。真的是在这个价位里，只能说是无敌手了。不过最近也有观众推荐几间不错的排餐店，改天也会来试试。如果各位观众有觉得不错的店家，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分享。再来就是罗宋汤的介绍，口味算蛮重的，料也给的很多，也非常适合给喜欢重口味的观众来品尝。只能说这边3种汤品的味道各有各的特色来选择，算是很用心了。那终于到了要介绍这次排餐的主角。以往都是先吃完自助吧，主餐才姗姗来迟。这次是我吃完越南河粉时，主餐就端上来了，后面才慢慢把自助吧的菜色好好的品尝一番。说到这里的排餐摆盘，跟一般台式牛排不太一样，底下没有铺面，而在上面还有加装1块加热铁块，来保持余温跟调整熟度。由于是来吃自助吧为主的，所以这次排餐只是点了特制牛排而已。说真的，这排餐品质算不上有特色。看其他人推荐是选顶级菲力牛排，这边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尝试看看。但像我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顾客，只能当这个排餐是配角而已，还请各位观众多加见谅了。以往在我家牛排跟贵族世家这2大品牌当中，在这个400多元的中等价位，其实生存下来的店也不多，要么就是走服务形态的正式排餐店，要么就是在降一等级，减少自助吧的品项，拼更平价的排餐加自助吧吃到饱的模式。当然也有把等级再往上拉1级的排餐店家，一客排餐1000元等级的水准。但自从贵族世家慢慢退出高雄后，能选择的店家真的就是越来越少了。只是这间牛市分店真的不多，全台加起来也仅只有7家分店而已。像我们这种住南高雄的，通常就只能就近选择五福店的我家牛排来解馋。不过这次贵族世家有重新改装成迷你版，再次回归高雄，但地点居然是在南武。看来要去品尝新的贵族世家迷你，还要特别安排了。那综合以上几点评比，这间牛市我是真的蛮满意的。唯一的缺点就是离大众运输太远，还要特地骑车或开车才能到，有点美中不足。那牛排本身的品质就只能靠价位来提升了。但在自助吧的部分，我愿称它为最强也不为过，非常推荐各位观众专程来品尝它的自助吧，一定能带给你完全不同的用餐感受。那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